同学们，虽然我们3班素来以文化课出了名，但是在艺术节上，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负众望，崭露头角。傅小司和陆之昂就作为我们班的代表去参加艺术节吧。哦。那么还有1个名额是愿意去参加。那谁，傅小司，你觉得这次参加活动谁比较合适？要么立夏也行。Keep quiet。傅小司推荐立夏，那就立夏。下课。他行嘛，可别拖了傅小司和陆之昂的后腿啊。是啊，我们3班虽然没有其他艺术尖子生，但怎么也轮不上他吧？也不知道傅小司为什么会推荐他，竟然是活见鬼了。啊？看到。傅小司，什么叫也行啊？你不想参加比赛吗？我根本没有那个实力，又不像你，什么都会。哦，这没关系。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去跟老师说一声就行了。那谢谢你了。立夏，你的画是真的不好看。我知道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，不过勤加练习的话，会不错的。这个世界上没有天才，只有不努力的笨蛋。在午夜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去素描画室，据说会闹鬼。这个世界上没有天才，只有不努力的笨蛋。你不是来画画的吗？愣着干嘛？进来。
喂！你还真是舍己为人啊！我们7班的人都这么穿，哪像你们班一个个包的那么严实啊，死气沉沉的。那是，我们怎么能跟你们艺术生比啊？哎，说到这儿呢，我有一个好玩的事情要跟你说。你猜我这次上台干嘛？是画牡丹呀，还是对虾呀？啊，我在你心里就那么没有创意吗？我程七七不鸣则已，一鸣必须惊人。再猜，你要是不说，我就走喽。我唱歌。唱歌，那可有意思了。你们帮你班文艺小心点儿，这不得拜倒在你的石头裙下吗？不过这个不是重点。虽然我们全班都要参加艺术节，不过啊，唱歌的名额一共只有3个。今天我用实力 PK 掉了一个非常讨厌的竞争者李嫣然。他以为他是全能啊，他明明就是一个跳舞的嘛，他已经报了舞蹈比赛，还要过来跟我争什么唱歌比赛的名额，那叫什么不足吞象。哎呀，反正就他那么一点点的艺术细胞，也就撒撒娇啦。好啦，怎么样，报仇雪恨的感觉有没有特别爽？高一3班的立夏同学，请马上到教导处。像我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把书包给我。那我一会儿回来。你们要是连图都看不懂，怎么写作文啊？这个状元他明显不是他，你看他身上有一个衣服，这个没有。哪儿？他是帮这个人扶，然后。高一3班的立夏同学，请马上到教导处，马上到教导处。高一3班的立夏同学，马上到教导处。哎，你不等我啊？我还有事，你自己回去吧。报告。进来。主任。哎，过来。哎呀，哎，立夏你好。哎，立夏同学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李嫣然同学的父亲，特意来看一看你的伤势。哎呀，现在像这么有责任心的家长可不多见了。之前发生的事情是我们不小心，嫣然呢心里一直过意不去，一定要让我亲自来看看你。今天我把司机带来了，向你道个歉。没关系，叔叔，我已经没事了。呵呵，一点小意思，拿去买点补品什么的，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吧。不需要了，真的不用。推脱什么呀？你们家条件又不好。哎呀，这个立夏同学，你就不要不好意思了嘛。俗话说得好，这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嘛。这个1帮1这个传统，咱们学校是有历史传承的，啊，拿着。你是个单亲家庭，又是一个人在这上学，这个钱肯定是需要的。哦，对了，如果要是经济方面有什么困难的话，还可以找嫣然，能帮的，我们尽量会帮。对，别推了，反正最后还要拿的嘛。谢谢叔叔的好意。我家经济条件是不好，不过还不至于需要别人的接济。要不这钱你拿着吧，留给司机师傅，我想他还需要一笔学费、学习礼仪什么的。主任，我先走了。哎。这次我们家嫣然3号学生的评选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哎呀，这个古人云呀，瑕不掩瑜。哎，这个事情不能一概而论。你像嫣然同学，这平时学习很好，又喜欢帮助别人，这次状元呢，这是个小意外。
喝咖啡吗？哎，你看啊，人开心和不开心完全是两个样子。这是不开心时候的你。啊，这个是你开心时候的样子。你还是笑起来好看啊，多笑点，多笑点。你怎么还没回去啊？我等你带我去医院啊。你怎么了？刚才撞我那下，我好像肋骨断了。你这么欠，受点教训是应该的，真是老天开眼。哎，别不开心了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走啊，走吧。画的真丑。每周三放学后，画室里面没什么人，你过来吧，我教你画画。真的吗？怎么样，这个地儿不赖吧？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发现，学校附近还有这么好看的地方？我和费小斯经常来这儿，逃课的时候就来这儿写生，画画天，画画树，画画暮色里的人和楼。谢谢你啊，这么用心，可以安慰我。是因为李嫣然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在外面听到了一些，我也不太喜欢他。你们不是关系很好吗？她不是傅小司的女朋友吗？才没有呢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傅小司是傅小司。我和傅小司从小就是好朋友，跟李嫣然是后来才认识的。他们俩的母亲关系比较好，所以傅小司也对他比较好吧。这样啊。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女朋友，最多也就是多说几句话而已。傅小司这人你也知道，他不太爱说话，有自己的世界，别人也进不去，所以能跟李嫣然多说几句，也算谈得来了。不过我不太喜欢他，他身上总有那种
有钱人的优越感。你还说别人呢？你不也一样？我哪有啊？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我有一个表弟，从小就特别喜欢美术，但家里条件不好，没有钱买颜料，没有钱买画册，他就用最差的画笔，每天不断的去练习。他去书店去背那些画册，直到被老板赶出了为止。虽然他可能是班里画的最好的那一个，但因为没有材料的原因，他总是被不明所以的老师骂，被同学嘲笑。可他从来也不解释，一言不发。其实他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些什么，去克服这些困难。我觉得你们挺像的。其实这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，但这些不公平对于像你这种有想法、有态度的人来说，其实也是好事。它会让你更努力。李夏，我挺欣赏你的，所以我会像保护我表弟那样保护你。以后只要有我在，没有人可以欺负你。你别这样，我也不是故意说这些的。我哪个样子啦？我挺好的。你也别忍着了，发泄出来，发泄出来就好了。我没忍着，我真的挺好的，别担心了。谢谢你。有的时候回过头来想想，年少时候的好感，可能只源于一次敞开心扉的深谈。害怕女生的眼泪，然而当遇到一个坚强到令人心疼的女生时，却希望她只会在我的面前流泪。这么晚了还画呢？你早点回去啊。明天见。哎，我还有一个解压的方法。什么方法呀？哎，干嘛呀？上车。不是，哎，你带我去哪儿呀？走喽！啊！叫啊，叫出来就好了，大声叫出来吧！
思。你怎么还没回家？我爸开车来接我，我送你回去啊。好。好久都没有吃小思妈妈做的菜了，好想她呀。你喝吗？嗯。继父不要太惨了，你别再往这头噎了，我眼泪都要流干了。出事了！快看！说，你什么时候和陆正关系那么好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去，这么重要的新闻你都能录着，你这个死昂后援团团长白当了。哎，你快说呀，快告诉我呀！你们俩，让我静一静啊。来，尝尝。阿姨做的菜是越来越好吃了。我妈在家里就经常说想吃您做的酱香茄子和酱香牛肉，可惜没这个手艺。我就知道她好这一口，已经给她打好包了。一会儿你走的时候啊，带回家去。谢谢阿姨。哎，阿姨，要不您教教我吧？反正最近学习也不忙，我学会了可以做给爸妈吃。真有心。你要是真的学会了做饭，以后你跟小思到了国外，我也就不用担心了。那要不就从这周开始吧。叔叔又出差了吗？哎呀，他现在能待在家里的日子呀，一双手就能算得出来。那我以后多陪陪您，给你解解闷儿，顺便学学厨艺。还是嫣然懂事。我吃饱了，你们慢用。再多吃一点啊。祭司，我与那个冷脸王要怎么相处呢？因为李嫣然是他的发小，我们完全不是一类人。今天约好的画画补习我也没去，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。他真的会记得这件事吗？熄灯了，熄灯了！各寝室请自觉关好门窗。哎，你昨天干嘛去了？车都没骑。等个人。然后呢？没等到。你也会被放鸽子呀？哎，
那你怎么不骑车呀？昨天嫣然送我回去的。啊，怎么哪儿都有他呀？你知道昨天李嫣然跟立夏说了什么吗？哎，你听没听啊？哦，在听呢。昨天李嫣然他爸来了，想拿钱解决上次撞人的事儿，说话还挺不好听的。我就讨厌这种张嘴闭嘴都是钱的人。哎，我跟你说正事儿呢，你怎么心不在焉呢？你有病吧？你才有病呢。陆志昂，以前你从来不爱管人闲事的，现在你是怎么了？是因为立夏吗？你愣着干嘛？走不走了？哎，傅小司，钥匙呢？油煎、锤子，最后一个是绳。大家写好了就交上来吧。怎么了这么凶？快写上面碎了。倒不如写名字。好。哎，你骑士还没来啊？别开玩笑。啊！傅有司！接下来这道题，我们来解一下圆台的母线长。找同学来答一下啊。陆之昂，陆之昂同学。他今天吃炸药了，怎么这么凶啊？对不起，车坏了。进来吧，下次早点啊。迟到了就不要影响其他人了。姚娜娜来答一下这道题吧。到。他们俩怎么了？你知道吗？脚踏车的后座和你干净的衣裳，那些时光漫长，仿佛夏天永远晴朗。像阵花开满路。你有没有和你的兄弟打过架？小时候为了玩泥巴，后来因为玩游戏，再后来，可能是为了抢一辆单车。原以为长大后的我们，再也不会为幼稚的原因而不快。
这样的想法却在某一刻悄然发生了变化。落叶翻飞过画卷，摊开时间的手，然后终于发现，笑起来，我们再也说不清大家的理由了。你想干嘛？故事的发展有很多意外，有你在的结果总不太坏。来，海教会我关于爱，远去人海。记得少年幻想着未来，一尘不染纯白色的年代。能不能别这么幼稚？来来回回就这么几招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？除了掐人还会什么呀？我今天非当着这帮女生的面把你裤子扒光！昨天我在这儿和丽霞聊了很久。丽霞到底怎么了？丽霞家庭条件不太好，她母亲为了供她上学，每天没日没夜的工作。那个时候，我上小学。有一天，妈妈加班回来晚了，我做了一碗蛋炒饭。那是我第一次做饭，妈妈特别开心，就奖励了我10块钱。那个时候的10块钱对于我来说，真的是一笔巨款。我小心翼翼地拿着，拿着，第2天一上学就掉了。班里有同学捡到，老师问是谁丢了钱呀？和我一起举手的还有一个男同学。老师什么都没问，就把钱还给他了，因为他的家境比我家好，所以我就立志要比所有的人都努力一点，再努力一点，站到和他们一样平等的位置，不要让自己因为这种事情再受到伤害。所以，你对丽夏，我挺心疼她的。你还记得我有个小表弟吗？他给我的感觉和我那个小表弟很像，境遇相同，脾气也一样硬。所以今天早上你满不在乎的样子，我就特别生气。和李嫣然相比，丽霞这么努力，她更值得被关心。行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回去吧。丽霞一直和她妈妈生活在一起，她爸爸已经离开很久了。昨天李嫣然的事，对不起。昨天失约了，对不起。
我们周3照旧。祭司，我的高中日子就这样，不断朝后走过。眼泪花粉声如洗，剩下幻灭的身影。带着未知未觉的蒙面感，朝着更加未知的未来走去。这一切自然地发生着，就像抽丝剥茧般缓慢而绵密。真的要吃啊！有时候我会想，我算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了吧？在这样庞大如银河星系般的人群中，该有多小的几率可以遇见什么人？然后和他们变得熟悉、依赖，或者是敌对、仇恨，然后牵扯出纠葛，缠绕成关系，氤氲成感情，不知不觉浅川进入冬天了呢。应你们全部合作。姚娜娜、任小飞、万俊宏、王妍希。这一次期中考试呢，大家考得还成。傅小司和陆之昂总分依然在年级排第1和第2，继续保持。至于那些退步的同学，你们能给我解释一下吗？我想了很久都找不到答案，这是为什么？你们明明这么努力，每一天一大早来教室看作业、问作业，在考前把佛祖脚抱得紧紧的，怎么分数那么让人动心魄？知道你会走远，我还是拼命靠前，才懂到明白你已经不见，我还不能妥协。我很安静陪着你，有些怀疑能不能陪我到最终目的。我的安静不怀疑，就别再提，能不能让我回到最初的记忆。一直到最后的我还相信你，才明白这一切都只是曾经。我的心陪着你，把自己关紧。不要说你还在，我不会相信，只好等所有的情绪都稳定。